一个国家改朝换代的时候，清理前朝遗留的痕迹非常的常见，所以在中国像这种风格的建筑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来这里旅行，你仿佛置身于明朝，还能品尝到400年前的明朝小吃。在明代的时候，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人会在冬季乘东北季风南下，来这里进行贸易活动，然后等到夏季西南季风吹来的时候再回到中国。所以越南那个时候对中国人已经是不陌生了。在明朝灭亡的时候，希望可以反清复明的人逃离到了这里。那个时候越南刚好是处于南北分裂，为了抵抗清朝支持的北方势力，南方的阮王果断地接纳了这些逃亡过来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农业技术非常的先进。接着这些中国人帮助南越建立了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农业和贸易网络，让阮王赚了很多的钱。可能很多人以前就来过惠安，但是现在的旅游业比起以前更加蓬勃发展了。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这里。这碗高楼面是惠安特有的小吃，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武侠片里面店小二端上来的那碗面的质朴感觉？这道小吃是明代的移民带过来的，但是最早的记录只能追溯到一家姓谢的华人面馆。谢老板的曾祖父小时候在惠安的一家餐馆打工，学到了这门手艺，后来就传承下来，成为了家族的生意。惠安最热闹的2条街道，最开始的时候叫做唐人街和广东街，这里一路上铺满了华人风格的建筑和会馆。越南独立之后，把这条街以越共的第一总书记的名字命名为了陈复街。从这里你可以感受到越南人这个时候对华人的态度。晚上散步的时候口渴了，来一杯越南特有的香茅柠檬茶，只要18000越南盾而已，大约是5块钱人民币或者23台币。里面还包含了7种不同的香料熬制而成。不过最经典的体验还是在越南的街头来一杯冰咖啡，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感受越南年轻人的活力。惠安现在又建了很多的新酒店，我们这次住的这家酒店比以前更加远了一些，但是住一晚上包含早餐居然只要260块钱人民币。而且沿着丘本河走路到古城也只是30分钟而已。这样漂亮的酒店，这种价格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再挑剔的了。酒店的房间时尚又简约，而且居然还配置了浴缸，你可以拉开浴缸的窗帘，一边泡澡一边和朋友聊天。早上打开房间的阳台门，映入眼帘的是绝美的丘本河畔的田园风光，你可以听到对面的牛叫和鸡鸭的叫声，让你感到非常的惬意。楼下还配置了小型的花园和游泳池，花园这里有一个小型的码头，不知道可以划船去到哪里，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和朋友舒适的聊天，然后在酒店老板精心布置的网红打卡点上面留下自己美好的回忆。下午来到了惠安目前最网红的咖啡馆，它的1楼主要是用来售卖自家的咖啡豆和一些旅游纪念品。2楼才是喝咖啡的地方。这栋建筑感觉已经超过了100年的历史。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它顶层的观景台，尤其是在日落的时分，拍照特别的艳丽。在这里，你可以感受这座超过了1000年历史的古镇的时代变迁。你能看到远处的中国会馆，华人可以在这里建立会馆，最初是因为越南人希望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避免华人过于团结。每个会馆都要选出一个帮主，他要对社会的稳定向越南政府做出保证。这里的华人除了那些想要反清复明的民乡社，其他的都是和惠安进行贸易的中国沿海地区的华人帮派，他们主要来自广东肇庆、福建海南、潮汕地区和梅州的客家人，被统称为武帮。越南人非常关心自己与中国的贸易活动，因为当时的惠安港对南越政府来说是一只重要的现金奶牛。惠安有很多好吃的餐馆，如果是吃晚餐的话，这家牵牛花餐厅是惠安最受欢迎的。也许是因为马太效应的作用，但是这里的菜确实都不贵，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态度也很棒。
不过每次来惠安，我都会特别想吃这家妈丹康的三明治。他们的法棒夹的馅料非常丰富，据说有超过13种的配料，既有法国风味的鹅肝酱，也有中国风的炒鸡蛋在里面。其实每去到一家餐馆，我常常都会想这家店的老板会不会是华人的后代。其实很多人即使是华裔，也可能已经不会说中文了，因为如果算下来，从明代到现在已经是最初移民过来的第13代以上的后代。最初闽乡人因为在越南软王的逆境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所以一直都有优待，可以减税和免除兵役。后来清朝的移民为了享受这种福利，也都选择加入了反清复明的组织。但是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最后越南却变成了对所有中国人都征收重税的地方，导致已经融入越南的闽乡人选择规划为越南的主流民族金族，而广东、福建的5大帮派则入籍成为越南的华族。虽然越南的面积不大，但是加起来也有54个民族那么多。有 chili? Okay, dip. This dip. 越南的这家烤肉店是我在惠安的最爱之一。6年前我来吃这家店的时候，他们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门面而已。现在他们已经把旁边的一整个花园都租了下来。这种烤肉的越南语应该发音叫做 thịt nướng， 就是把烤好的肉和米粉还有蔬菜用米纸卷起来吃。他们的酱料是最大的亮点，混合了花生酱和其他咸香的越南风味的酱料，非常的入味。安邦海滩曾经多次被评为东南亚10大最佳海滩之一，但是给人的感觉其实还好，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地方。不过这里游客不多，环境比较悠闲自在，你会看到很多外国人带着孩子在海边散步或者遛狗。这里的物价也很亲民，20多块钱人民币就能在海边悠闲地喝一杯鸡尾酒，不急不躁，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里生鲜的龙虾也是非常的平价，280块钱一斤。后来我去到泰国的甲米，发现在那里这个价格只能买到冷鲜的。餐厅的服务员是一个会说中文的越南女生。根据官方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惠安，华人的比例已经降到了仅剩下2%。惠安性价比最高的活动就是去海椰子林坐这种圆形的渔船，每个人只要4.3美金，大约是20多元钱人民币。整整1个小时的游玩时间，便宜到让人感觉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最后一定要给船夫小费，不然真的会有一些不好意思，因为船夫全身都在很努力的让你开心。老板开篮子。为什么这种船是圆形的呢？因为法国殖民越南的时候要求对每一艘船都征税。但是这种圆形的看起来肯定是个篮子，很显然不是船啊，所以就不需要缴税了。现在惠安留下的很多中国文化的寺庙和会馆都在苦苦维持着经营。据说福建会馆比较热闹，海南会馆就冷清很多。越南政府比较看重香油钱。香油钱多的寺庙，他们就会比较重视。如果连最基本的人工开支都无法维持，那么有些东西就会逐渐的荒废，最终消失。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这个特别的地方，
可以在不知名的小庙里也留下一点香油钱，一种文化就会因此延续得更加久远。